林老师，麻烦您准备一下，10分钟后轮到您上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就来。穿越到这个高武世界，已经整整3年了。没觉醒武道天赋，只靠前世记忆写了探险科普小说，也算小有名气。画面切换，准备特写。收到，正在校准。林老师，主持人客气了，我就是个来凑数的评委。我一直好奇，您小说里的秘境、凶兽、武道传承，都是真的吗？还真是神秘。他怎么来了？不知道，好像是临时通知的。武道考古勘探系统已激活，绑定速锁。系统功能：参与武道考古秘境探索，即可解锁对应武道奖励。发布主线任务，指导武道考古队发现秘境古墓线索。任务奖励：武道地质与机关勘探宝典。3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考古队广撒网勘探20天，毫无进展。这样下去，半年都未必有结果。有听声辨位的武道感知，定为秘境墓穴，并非难事。没想到第一个亮灯发言的是这位黑西装男评委。首先，我认为常规勘探至少要半年到1年才有结果，但我有办法能帮考古队快速定位秘境墓穴的准确位置。一个写小说的也敢对专业考古指手画脚，太离谱了！顶尖考古队都做不到的事，他能行？您说的方法具体是什么？我小说里的内容，从来都不是虚构。古代武道工程勘探传承里，听声辨位可辅助定位地下建筑。情况怎么样？画面切不过去，陈博士那边信号不稳定。尝试备用线路，快！好，我们现在就见考古前线的负责人陈冉博士。先让现场武道护卫人员去高处释放武道音波弹。我需要收集无音回杂波，来完成精准定位。
简直匪夷所思。仅凭听声音就能定位地下墓穴？师姐，这写小说的就是哗众取宠，纯纯耽误咱们考古进度。节目规则允许多元尝试，节目规则允试试也无妨，按他说的执行。扔波弹已发射，数据回传正常，波形稳定。正在记录，准备分析。这是最高保真的传音耳机，音波录音已经同递过来了。西北方向33公里。这不怎么可能！你看到了吗？可能，是否我血荒式？这种虚测荒症，我们需要解释。是。就听2遍录音，就敢定33公里外的位置，太儿戏。古代武道传承中，本就有专门的地形感知技法，只是你们没见过。我们必须立刻确认这个细节。数据这里，数据在这里，这有16个异常点，资料上的上系和屏幕显示了。立刻出发验处。好，到。准备5到非洲，去西北方向33公里处现场勘探。收到。收。你胡闹什么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。咱们节目邀请多具领域学者，本就是为了集思广益、多元探索。30多公里，根本没有明显建筑痕迹。无数次，我来这里之前根本没有任何显示。里面很不对劲儿，大家小心。队长，这结构看着有点邪门儿。大家小心，这里不对劲。这是古代守护陵墓的少祠，可怎么会建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这真的吗？快看那个棺材！封印竟然是真的。现场考古队想和您连线，您看。
接进来吧，我正好有话要和他们说。连线已经接通，现场有什么想问这位黑西装评委的，直接说可以。林老师您好，请问我们现在发现的这座守护祠，就是目标秘境墓穴吗？不是，但这里面藏着秘境入口的关键线索。那您知道这座古祠为什么会建在这里吗？可以先问问附近人，村子的老主，或许能知道更多背景信息。大家准备一下，我们现在开启黑铁关。绝对不能强行开关。强行开关会触发能量封印，导致里面的危险物彻底失控。我们武道考古队的职责就是探查古代遗迹。我们有丰富的开关经验，也做好了万全的防护准备。你简直是胡闹！什么？你们发现了守护祠和黑铁关？原地等着，我带大部队过去。必须带专业器械过去，绝对不能损坏文物。开关的事等我到了再说。您刚才说的开关风险，具体是什么情况？让摄像舞者把镜头拉近，对准黑铁关。所有人退到3米开外。所有人退到3米外。你们看黑关表面，这些都是能量灼烧的边痕。幸好没强行开关。这里面是西周时期的武道守护实验体汉伐兽，古代武者用武道能量改造的凶兽，压的封印破场发冷，压印破裂会无差别攻击。师姐，任务紧急，辛苦你跑一趟，注意安全。行吧，我这就去。按主意计划行动。哇，要开关了！天哪，真的是古代武道遗迹，热度还在涨。看到了，太壮了，抓住了！外部梯形与汉查兽情道风险很高，尤其是线，每一处都封印重要，一旦触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明白了。民间的武道传承确实有其独到之处，不能小觑。
所有人准备穿戴好武道防护甲，我们准备开棺。老师提到的汉法兽风险，我们不能不防。我好像在古籍里见过相关记载，只当是传说。按计划开棺，做好万全准备，凌雪随时待命。汉茶兽体内蕴含大量狂暴的负面武道能量，只有至阳武道灵血，也就是高武志士能量合计，能暂时压制他的能量核心。灵畜血液中含有高纯度阳气，可中和这种负面能量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敢相信，怎么会这样的情况？韩若涵却说话。我研究武道考古几十年，从未见过相关实物记载，太离谱了。这不会是他小说里编的吧？真有这种东西？人家能精准定位实物，本事摆在这儿，宁可信其有。情况有变，我需要支援。你去隔壁村子找一找武道灵犬的血液。是高武世界专门培育的护卫犬，血液蕴含至阳能量，应急用。现在考古队正在准备开棺，直击武道考古，全网观看量持续飙升。很多观众都在好奇，棺内是否真的有古代武道实验体？大家注意，棺上的能量封印线杂乱，无法完整剪开，用特制能量剪刀剪开。停！先停下动作。别慌，应该是棺内的文物移位了。继续操作。所有人准备推开棺盖。兄弟，别摔倒，照做。
医护人员，有人受伤了。老师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？第一，用武道真火彻底销毁失控的实验体和黑铁棺。G， 用武道糯米，也就是经过能量淬炼的生物毒素吸附剂，把糯米盖在护卫的脖子上，防止能量侵蚀到心脉。导演指示，收到，请立即切换到现场画面，准备连线。现场画面已就绪，请注意，3、2、1，连线。各就位，快！但愿如此。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古代武道技术的精妙，实在超出想象。当真是精通古代武道传承的奇人。等这次考古结束，我一定要亲自拜访他，和他深入探讨。各位众位评委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今晚的决赛现场。灵血克制汉煞的原理到底是什么？这位观众的问题，也是很多网友和现场学者的疑问。有请评委老师解答。评委解答：这套传承暂时无法用现代武道科学完全解释清楚，但武道先祖的传承是真实有用的，不能因为没见过就全盘否定。我也只是比大家多知道一些相关的古籍记载而已。刚才这番话说得对，咱们这档节目的意义就是展现武道苦，传承先祖的武道文化。我推测，灵血克汉煞背后一定有对应的武道能量原理。后续我们会针对样本做详细的实验分析。这里的结构很特别。是的，老师，我已经记录下来了，两脚晕的废话痕迹。过后才显露出老爷佛爷带下的故事。
是侯老师，我们一定会尽力保护好他。这座古祠用鱼骨武道架构建造，临近母亲河，先民大概率视其为武道龙王祭拜。我问了老村长，这座庙是几十年前行商集资建的，是近代产物。除了那具黑铁龛，这里没有其他可考察的东西了。收拾现场，准备离开。院长，我总觉得这座古祠不简单，要不要问问林老师？也好，连线节目组，问问黑发时装男的看法。如果考古队就这么撤离，那真正的秘境就要被彻底错过了。现场考古队想和您连线，您看。接下来吧，我正好有话要和他们说。现场准备撤离了，您那边还有没有其他建议？先别撤，这座鱼嘴古祠附近藏着一座武道大秘境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地方连个墓碑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大秘境？文献里都没记载西河县有大型墓葬，他不会是瞎说吧？西河县确实有宗族武道墓葬群，但这里出现大型秘境的希望十分渺茫。我们的日程也只剩15天了。我佩服您年轻有为，但这里确实没有太多挖掘价值。有顾虑很正常。按武道风俗，庙宇都要建在地质稳定、能量富集的地方。名山大殿也好，村里的祠堂也罢，都要选四通八达、坐北朝南的位置。可这座鱼嘴古祠完全不符合龙王祠的选址要求。建庙的人就不怕影响武道祭祀的稳定吗？您的意思是，这座古祠的选址另有目的？没错，武道考古和地质勘探不能只看文献，更要接地气。建这座鱼嘴古祠，根本不是为了祭祀，而是为了掩盖地下的武道秘境。老师，那建这座庙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他们是伪装成行脚商人的武道工程勘探传人。
那这些勘探传人又是怎么判断这里有大秘境的？我早年武道采风的时候，听过相关的勘探口诀。结合地势来看，对面的山坡是这片丘陵的中心。山腹里藏着一座武道宝殿。哦，古人依地质工程藏秘境，你怎么就没想到？这里很可能藏在一座大规模的唐代武道古墓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位于古祠现场，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完好。是的，我们正在进行详细的勘察，稍后会带来更多发现。想要进入古墓，不能硬挖山体，要通过陵墓工程结构的节点进入。这套勘探方式，竟然是武道勘探的正统传承。林老师，您连陵墓的砖瓦都没见过，怎么就能断定是唐代的？从陵墓的建造规制、工程结构，还有守护祠的形制，就能完成武道断代。这座陵墓是典型的唐代高等级墓葬工程结构。如果按那位老师说的，工程结构节点应该就在这座古祠里。之前的那些勘探传人，大概率就是从这里挖了勘探通道。没错，节点就在古祠里，重点查看神像后方。这里有裂痕，基座有磨旋，大家仔细假是什么东西拖拽我。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院长，找到了，这里真的有通道。这下面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了得的东西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！要不是连线那头的指引，我们恐怕就要错过这个重大发现了。根据目前的数据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祠的结构与我们之前发现的任何一个都不同。这可能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文明体系。这下面恐怕不简单。是啊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。之前的勘探者会不会已经把里面的物拿走了？有高人坐镇，肯定能挖出大东西。您只是坐在演播厅里，就能精准预判考古现场的所有情况，太厉害了！只是对古代武道工程结构多一些了解而已。
林老师，我们现在准备下通道，您有什么建议吗？现在天色已晚，你们的武道准备也不足，建议暂缓行动。我们带了顶尖的武道勘探器械，还有专业的防护装备。通道狭长，里面很可能缺氧，而且唐墓里必然布有武道机关。机关？唐代的武道机关？那我们更要进去看看了。您放心，我们做好万全准备。既然你们决定要去，我给你们2个建议。第一，不要用武道空气以辅液，也就是传统的氧气检测工具。第二，提前准备武道灵群，让灵禽先行探路。古人的武道智慧实在是太精妙了，就按林老师说的办。穿越者的身份信息缺失，我姐姐，高级前线，只能做个点评人。短发男评委，考古队已经准备就绪，马上就要进入通道了。让他们务必小心，紧跟灵禽，安全烛一旦熄灭，立刻后撤。评委们有固定上班时间，还能请假。我想进考古队，却被身份信息绊住了脚。灵，不好了！考古队进通道触发机关了，对武道石板隔开，前后都被困住了。别慌，只是常规的武道防盗措施，不会有大危险。老师，您快帮帮我们！先别慌，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具体情况。我们爬通道爬到一半，突然落下石墙，把队伍隔开了，进退不得。我们怀疑是触发了武道迷阵，根本找不到出去的路。这不是迷阵，只是基础的防盗机关。你们继续往前走。这样下去会不会有危险？我不知道。但我们不能贸然行动。
想办法，里面空间狭小，万一缺氧就麻烦了。这石墙看着就厚重，根本没办法强行破开啊！不断积极，就是为了防止非法勘探者闯入。这面石墙到底是不是机关的核心？是，也不是。这只是唐木武道机关的其中一环，是队员们踩中了通道里的武道石砖，才触发了机关。古人竟然能以山岳射机关，这手段太精妙了。古人的武道智慧，远比我们现代人想象的要高深得多。现在国内外的观众都被古人的机关技术震撼了，大家都很好奇，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，能造出这么精妙的机关？也就黑发西装男能看懂这些机关，换个人根本不行。你们放下顾虑，继续往前走，不会有危险。前面如果遇到分岔口，点燃武道安全烛，选有风的洞口走。走这边。大家小心，这里比想象中要大。呀，是唐砖，我们到墓室了。这武道勘探职业也太刺激了！先别激动，坚守武道考古的本质，不要触碰任何东西。不对啊，明殿应该放棺椁才对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院长，您看这里，有了，有唐代的武道仕女壁画。太完美了！这壁画在干燥的环境里保存的几乎完好无损，这对研究唐朝的武道艺术文化有着天不地空不在之重大的价值。唐光僧六列刀线扇线是一，他叙事的唐现代术的真硕细细，何盖必是。林老师，您能不能从壁画上获取到这座陵墓的相关信息？从壁画的形制、风格还有墓葬的结构来看，这座陵墓的主人是唐朝的武道公主。另外，这座陵墓的前殿应该有内藏群，也就是古代的水利通风工程。呀，前殿这里有涌泉，是下水。
这就是古籍里载的内藏梁，古代的水利通风工程，它竟然真的存在。明殿为什么没有棺椁？壁画为什么没画完？林老师，观众们都很好奇，为什么明殿没有棺椁，壁画也没有完工？我推测，这座陵墓在唐代建造的时候，遇到了突发的武道变故，最终停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情况不对劲，立刻切断信号。他们宰了吗？好开好吗？应该没事儿。不好，这气体有问题，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了。所有人捂住口鼻，撤回明殿，快！快！正。脸，墙壁上有一张脸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画面失真了，快切掉！这不像是技术故障。我的天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太吓人了！快让黑熊装短发尾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师，您快看看，考古队现在遇到的情况到底是什么？古队发现古代武道光学机关，奖励技能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的武道能量竟然对它有效！别碰了，快联系专家。别慌，这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，只是机关触发的正常现象。情况紧急，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陈然博士，你现在鼓起勇气，靠近那面墙壁，仔细看看那张人脸。这不是什么诡异现象，反而可能是大的考古发现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看看。这不是人脸，是石壁上的浮雕投影。
这呼啸了是什么？这棺椁的雕刻风格是西周时期的。西周时期，怎么可能有这么精湛的移动石壁技术？墙体是双面翻转结构，一面是唐代壁画，一面是西周浮雕。你们看棺椁四周，没错，这棺椁绝对是西周时期的。太不可思议了！西周和唐代的墓葬，怎么会叠在一起？这么精密的翻转机关，根本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。这浮雕的纹路是绝场发现，这场绝场提取风藏出我急剧之至，朝需尽快采取措施，不止奏效，否则后果能不堪设想。这是机关伪装木，是古代用来迷惑闯入者的防御设计。林老师，机关伪装木是什么意思？陵墓是固定建筑，怎么可能随意变化？是啊，您快给我们详细讲讲，这机关到底是什么原理？成功向考古队普及古代武道机关知识，奖励技能墨子武道机关术。成功向考古队普及古代武道机关知识，奖励技能墨子武道机关术。我知道机关男是怎么被触发的了，是你们带进去的那2只武道灵禽。灵群乱跑，踩中了机关的触发区，才启动了整个装置。这座机关伪装墓是西周时期的武道大师设计的，他利用压力槽感器、齿轮传动和光学折射技术，只要有活物踏入触发区，就会启动石壁移动和气体释放装置，制造出幻境的假象。唐代的鉴灵者发现这座西周墓后，没有毁掉它，反而把它改造成了自己陵墓的第1道防线。您的意思是，西周墓和唐墓重叠在了一起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从武道科学的角度来说，神经气体导致的视觉错觉，加上机关移动的声音，会让你们误以为进入了另一个空间。实际上，你们一直在同一个墓室里，只是被机关转移了方向。原来如此，古人的武道智慧实在是太超乎想象了。这座机关伪装墓的设计极其精妙，它的核心目的不是杀人，而是通过幻境吓退非法闯入者。3000年前的人就能造出这么厉害的机关，太牛了！啊，也就黑发西装老师能看懂，换个人根本摸不得头脑。这具西周棺椁考古价值极大，可惜现在没有合适的工具，没办法开启。院长，我突然有个猜想，
之前我们都觉得这座唐墓建到一半被废弃了，会不会根本不是这样？你的意思是，唐墓根本没有被放弃？没错，卡奇宫女的猜想完全正确。唐代的武道机关大师发现这座西周墓后，没有毁掉它，而利用它作为掩护，在它的后方建造了自己真正的陵墓。这座山腹里一共有3座陵墓。是西周的机关伪装墓，第2座是唐代的伪装墓 C 座，第3座就是最后的主墓室。进入主墓室的通道就藏在这具西周棺椁的附近。太不可思议了，竟然有3座陵墓叠在一起。辉发院长，找到了！棺椁旁边有一个向下的洞口。没错，这就是通往主墓室的路径。先别下去。这个洞口下方是古代最著名的武道机关玄魂梯。一旦判断失误，就会发生危险。林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，下面还有更危险的机关？没错，越接近真正的陵墓，机关就越复杂。这些机关大多是利用人的心理弱点设计的。只要你们保持冷静，不贸然行动，就不会有生命危险。提醒我们记下了，但为了保护和研究古代武道文化，我们必须继续前进。这位辉院长者60多岁了，还亲力亲为下墓，太让人佩了。
卫星通讯器的煞号了。卫星通讯器的信号越来越差了。应该是深入山腹，加上通道内的金属机关部件干扰导致的。汇报完毕，一切正常，继续前进。非常抱歉，因为山体内部的信号干扰，直播画面暂时出现了波动。玄魂梯的视觉陷阱，最容易让人在黑暗中迷失方向。他们现在太危险了。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，古人几乎挖空了整座山的内部。这也太诡异了，这石阶到底有多深啊？我总觉得不对劲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。都到这里了，没有回头的道理，跟我继续往前走。达辉雾阶信号我们筹未放续，现在让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大屏幕，期待奇迹的发生。现在考古队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山体内部空间，古人的武道工程能力实在令人惊叹。他们还没察觉到，这个机关的核心陷阱就是视觉欺骗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。今天我们将历史级社课。不对，按我们的步速，早就该走出山体了，怎么还在往下走？别停下，我们再往前走一段看看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分组探路。我带2名黑马甲青年往前走，灰发说传你们3人原地等候。卫星器完全没信号了，应该是山体里的金属矿脉和机关部件干扰的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找到尽头就回来和你们会合。
演播厅内直播信号断断续续，只有卷发女面前的便携设备能传回微弱的画面，屏幕上满是的雪花波纹。直播间观众早就对无尽时阶感到疑惑，纷纷议论这根本不符合物理学常识。突然，画面里前方出现了3个人影。前面有人！那3个人是谁？不会是之前的探险者吧？太吓人了！别慌，说不定只是武道雕像。我们应该快到石阶尽头了。那3个人，就是王院长他们。你们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。是镜面反射，还是投影幻术？您是说，那3个人就是他们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石阶是古人设计的武道视觉陷阱机关，名叫玄魂梯。它根本不是直线向下的，而是一个巨大的闭合环形阶梯。利用石阶的微小高低差、吸光岩壁，还有微的灰雾，让人产生一直向下走的错觉。这是失传的古代武道机关术。全场观众和评委都被玄魂梯的说法彻底震撼，议论声此起彼伏。闭合环形阶梯，怎么可能让人一直觉得在往下走？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工程学常识啊！无尽的石阶上，灰雾弥漫，3人脸色发白，强作镇定，一步步朝着前方的人影靠近。是什么？没有信号。怎么会这样？快，再试试！山体内部的大量青铜机关部件把信号完全屏蔽了。玄魂梯最可怕的不是视觉陷阱，而是击溃人的心理防线。襄太县西岩一阶而是一阶崩溃。怎么是你们？我们明明一直往前走，怎么会走到你们身后？一直在原地等候，根本没动过地方。难道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？不对啊，我们明明一直在往下走。如果是圆形阶梯，怎么会有这种感觉？我笑了。这根本不是现代科学能解释的，是古代的邪术！大大！我理解你的感受，别说你们，就算是现代顶尖科扩界，我的天！
真的在原地打转，黑发时装男说的全中，太离谱了！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为了躲现在连线去年的诺贝尔奖武道物理学家，导播请准备连线，节奏要快。我们即将揭示这背后的真相。我听说了这个现象，这和理论中的彭劳斯阶梯很像，但这种现象在赛义三维空间是不时空中不可能存在的。我更不相信这是3000年前的炎黄古人建造出来的机关。深呼吸，保持节奏。好的，教授。他们走得太快了，我们等等看，每一步都要稳，这里不容有失。明白。通道怎么感觉没完没了？还得叫我的水昂黑调号好像心动，是不是走错了？我们也不确定了，感觉方向感完全乱了。我们的事呢，巡者？前排的黑直在等你们，发生了什么？This impossible， 这绝对不可能！立刻调取录像，接入更多分析画面。灰发男立刻召集哈佛混球间的科学家，共分析这段直播录像。这些顶尖科学家看完受到了巨大后，有怀疑观受到了冲击，怀人节目是特效造假，也有人惊叹古代工程技术的不可思议。这不对劲，你看到了吗？演播厅内，听见科学家为古人的过度智慧感到自豪，调侃他们的美国之士。直击武道高考古节目观众数量持续上涨，在这一刻突破了15亿人。麻烦您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玄魂梯的工作原理到底是什么？玄魂梯的本质和彭劳阶梯的原理相似，但古人通过工程手段，在3维空间中把它实现了。各位评委，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一理论，以适应新的发现。石阶表面涂有古代特制的吸光材料，让人无法看清台阶的真实高度差。每一级台阶都有0.5度的微小倾斜，走一圈，实际只是上升了3厘米。就是这个微小的高度差，让人产生了一直在向下走、项羽的错觉。这个环形阶梯的直径超过了500米，肉眼根本无法察觉它的弧度。这个机关的核心目的
就是击溃闯入者的金理防线。观众听完讲解后看法不一，有人认同，有人依旧质疑。全场都在等待黑发西装男给出真正的破解之法。短发男，您既然知道玄魂梯的原理，那有没有办法帮助考古队走出来？有办法，但必须在我的指导下才能完成。我刚获得了墨子武道机关术，结合古代工程知识，有把握破解。但我需要完全观察玄学梯的结构，画出大致图纸，才能找到破解之法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我联系不上考古队，信号完全被屏蔽了。我突然想起，那位老师之前提醒过我们会遇到复杂的机关。这个石阶肯定就是古人设下的陷阱。那位西装老师一定知道破解之法。是啊，我也想起他的提醒了。古籍里记载的木牛流马、木鸢，很多技术都因为战乱失传了。老祖宗的智慧，我们只学到了皮毛啊！我们根本出不去了，还不如直接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别胡说！这石阶没有护栏，就是为了让绝望的人失足坠落。这就是保护墓室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这迷阵与杀局，便是墓室的真正守候。但我不想困死在这里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办法。直击到考古节目导播室内，工作人正在紧急对接各个部门，电话声此起彼伏。到考古小组6人被困玄魂梯的情况，直播传遍全国。国家武道高层得知后，迅速行动起来。我们已经调动武道北斗3号卫星，对目标地点进行定点信号增强。我们正在紧急研发便携视号信号扩大器。连夜送过去。预计多久能抵达现场？武道运输机已经起飞。各位观众，晚上好。现在跟家播报最新情况。国家已经调动卫星，
进行定点信号增强。便携式信号扩大器也正在连夜运往考古现场，预计12小时后抵达。请大家和我们一起为考古队的平安祈祷。直播观众纷纷辽苦队加油。也是个渔户，不接瓦晒人。体内部结构极其复杂，盲目挖掘很可能导致山体坍塌，来了界坍塌，不仅救不出人，反而会直接危及考古队的生命安全，绝对不可行。与此同时，国外观众看到直播后，不少人都惊叹于炎黄的国家动员能力，纷纷留言是佩服。其他厅外以及国际上的武道学学科学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炎黄发现了3000年前的山体机关，直播间观看人数突破了20亿。请大家往这边靠，注意安全。这石阶的纹理真是鬼斧神工。是啊，你看这雾气，仿佛触手可及。部分媒体过度解读，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营救上。黑发西装男早早来到演播厅上，神色平静，却难掩眼中的担忧。索迪欧快递社，请机长响电声。老师，设备已经抵达，我们马上就能联系上考古队了。好，准备好武道通话器，我要亲自和他们对话。玄魂梯上的考古队休整后，玄魂梯上灰雾弥漫，考古队6人休息过后，再次沿着石阶前行，寻找了近1个小时，依旧没有任何发现。这梯子怎么还没到头？再坚持一下，应该快了。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小心。我们曾冲出去的，根本没有尽头。我恐高，又累，还和外界失联，真的撑不住了。望着这无尽石阶，想让到历代闯入这里的人，或许都曾被困死在这里。众人陷入绝望的时候，高妓女口袋里的卫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喂，老师，是您吗？是我，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林老师，救救我们！
我们被困住了！安静点儿，别影响信号。林老师，我们现在被困在一个环形石阶里，一直往下走，却一直在原地打转。我们试过了所有办法，都走不出去，全靠你了。我已经通过直播了解了你们的全部情况。这个玄魂梯是古人依据视觉虚力学和工程力学发明的机关。视觉学许，工程学穴，它的原理和古代军事工程的阵法相似，都是通过迷惑视觉，让人迷失方向。石阶表面的吸光材料就是整个机关的关键。大家注意，这里有情况，都过来看看脚下。真的，这石阶完全不反光。再加上周围的灰雾，我们根本看不清台阶的真实高度。直播间瞬间重拾信心，满屏都是称赞与喝彩。而几位外宾看着直播画面，依旧满脸震惊，惊叹于3000年前的古人就能设计出如此精密的机关。玄魂梯的设计者一定会留下生路，这是古代工程的基本准则。你现在看看脚下的石阶，是不是一黑白交替排列的？对，是一黑一白交替的。对，没错，是一黑一白交替的。这是西周工程的标准刻度，黑色代表奇数级，白色代表偶数级。你们现在找到石阶上的月牙形缺口，从那里开始数石阶，看看走一圈回到起点，是不是正好384级？这不就是小球？这似乎有些不合逻辑。大家都很好奇，为什么您确定是384级？是啊，384这个数字，在工程学上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384是西周时期的工程标准模数，它对应着当时的历法。西周时期，一年按384天计算，得1月，同时也对应着当时的度量衡，是大型工程里最常用的基准数。停！
正好314级，不多，不少。太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生路就在刻度对应的位置。你们现在找到从起点数第95级台阶，这是古代工匠在大型机关中标准逃生通道编号。32、33、34，跟上。奇怪，什么都没有。难道我们看错了？再仔细找找，也许有什么机关。林老师，我们找到第95级台阶了，可没有任何异常啊。你现在拿一瓶武道灵水，倒在级台阶上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老师，我们带的水源不多了。放心，倒上去，你就知道生路在哪儿了。这水曹会上，逆流而上。这水怎么往上流？院长，您看，我们看着往下的阶梯，实际是往上的，两边的石阶形成了一个凹字形，视觉上却完全看不出差别。原来如此，这石阶设计的这么宽敞，也是为了掩盖高低差，就是为了迷惑我们的视觉。太不可思议了！炎黄的古人，在几千年前就把数学、物理学、心理学完美结合，把视觉欺骗运用到了极致。这绝对是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！能破解这样的机关，您也非常了不起。老师，我们找到机关的奥秘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离开这里？从第95的石阶往下跳。往说什么跳？这下面可是悬崖啊！根据卫星定位，考古队现在处于山腹中间的半空位置，跳下去的风险太高了，绝对不能这么做。你们放心，这里是玄魂梯唯一的生路。古代工匠设计机关时，一定会预留逃生口，这是武道工程的基本准则。我通过计算石阶的倾斜角度和高度差，判断下方3米处就是平台。我能行。我必须行。我来，跳。
安全。下方3米就是平台，来。太险了，错一步就会坠入旁边的深谷，万劫不复啊！大家小心脚手，注意路。收到，小教授。这里好像有风。这些遗迹应该是历来所陵墓的探险者和工匠，他们没能找到玄魂梯的生路，最终困死在这里，或者坠崖身亡了。判太准了，终于安全了。炎黄的古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，那位场外指导者的专业能力也让人无比敬佩。恭喜宿主指导考古队成功逃离玄魂梯，奖励爆黑曜之刃已存入系空间。这个世界的古代魔因为战乱，大批断烂了传承。谷底的这些尸体身上，说不定就藏着相关的线索。现场人员立即收集尸体旁的古物和工具。这些东西对研究武道历史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。好，我们立刻照做。多谢林老师提醒。大家注意，这些遗骸旁边的古物和工具都要仔细收集，不要遗漏。这些东西很可能藏着古代武道工程传承的重要线索。院长，您看看这个器械，我从来没见过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我也认不出来。这个器械叫古代武道勘探铲，是古代工程门派用于地下勘探的专业工具。那这个呢？
这个又是什么工具？这个是武道入地签，既能用来探测地下岩层，也能用来应对地下的变异生物。您好，关于地下变异生物的传闻，您有什么看法？那么，这些生物是否真实存在呢？我们很想知道这是否属实。古代工程文献里有大量相关记载，这次考古也发现了很多实证，连玄魂梯这样的上古机关都现世了，相关的古代生物记录自然也是有依据的。希望考古队接下来能顺利避开所有危险，平安完成考古。林老师，我们找到了一本邻国时期的工程笔记，上面有这个印章，是墨家分支的传承印记。这些人是古代工程门派的传人。小心，前面可能还有机关。我们这地方看不见。好大的殿堂，对，这得有读多久的历史了？大家注意，我感觉到了异常的能量波动。屏住呼吸，我们进去看看。玄魂梯下方就是真正的主墓室，也是整套机关的核心区域。这座墓的主人应该是天武朝太史令风纯子。石门自己开了，不会又有什么机关吧？有那位黑妆发瓶在，去进发看吧。石门自动开了，我们要不要进去？唯有进去探查，才能揭开真相。石门可能是限时开启的，里面虽然暗藏机关，但错过这次，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最终的抉择，还是由你们考古队自己决定。这个仪器有极高的研究价值，必须进去看看。这是天武朝的悟道混天仪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重大了！这个发现对研究古代武道天文与工程技艺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这座陵墓的主人到底是谁？这座陵墓的主人是风纯子，他精通武道机关、天象推演与术数技艺。前殿的石壁上应该记载了他的生平。院长，您快来看，这里有山河机关图，一共64幅，和世间流传的60幅版本完全不一样。您也太厉害了，精准推断出墓主人是风纯子。
谢谢。院长，这山河机关图竟然是64象，和传世的60象版本不符。难道说，传世的版本缺失了4项，早就失传了？可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山河机关图有遗失啊。而且第60项已经有收尾的意味了，根本不像是缺了内容。没错，这些壁刻确实是风纯子同期的作品，不是后人伪造的。您能不能看看这多出的咒奏4象，咒是死，到底是什么含义？这4项分别对应鬼洞工程遗址、天宫浮空城、西王母国、能源核心、青铜门要塞。风纯子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勘探知晓这些超大型工程遗址了。这4项的内容太过深奥，我暂时也看不懂。演播厅内，黑发评委虽然嘴上说看不懂4项含义，实则心知肚明。风纯子他的同门玄机子，应该是依靠实地勘探和天文推人。看来风纯子当年故意没有把完整的图山河机关呈现献给天武太宗，所以后世才没有这4项的相关记载。直播现场的众因为无人能解开4项谜团，都感到十分可惜。有观众猜测，黑发西装男是有难言之隐，才故意不说。他觉得他可能真的不知道。是啊，他看起来是不是在撒谎？实在无从知晓。这些壁刻记下的都是墓主的生平旧，与史书记载完全一致。奇怪，主墓室里怎么没有棺椁？我猜明殿和棺椁应该是被机关隐藏去来了。大家分头找找，看看有没有触发机关的地方。在补道浑天仪下方的龙嘴中，发现了一块刻着小篆的金色武道牌子。灰发男人，发髻女研究员，你们快来看，金牌！黑马甲青年伸手，将金色武道牌子从龙嘴中抽了出来。怎么样？
上面写了什么？这上面记载的是风纯子和玄机子编纂《山河机关图》的始末。上面说，令二人寻找武道龙晶，风纯子寻得后，获得了机关术总纲。二人就是根据这本总纲，绘制了4项遗址图。因为工程机密过于重大，他们只上交了无关紧要的半卷手稿，另一半藏在了陵墓之中。这不可能！机关术总纲竟然真的存在，我们一定要找到它！这上面记载的不是魂天仪的构造，而是它的启动方式。 4项遗址图，叶原这里。 Unbelievable discovery! 不好，是水银！大家快捂住口鼻！这是水银机关！快联系演播厅老师！快！ 在武道魂天仪上的天干地支刻度，密码是什么？我们该怎么转动？风纯子人生中最重要的年份，就是密码。风纯子出任将士郎是天武元年，也就是627年。 不对，密码错了，机关没反应。什么？快捂住口鼻！大家小心有毒！院长，您怎么样？撑住！我没事。 先想办法破解机关。这个世界多出了4项遗址图，还有机关术总纲。风纯子留下的密码。 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年份，而是机关术总纲重见天日的年番，就是当下的年份。糟糕！伏虎岭的武道机关，处处都留有生路。风纯子是。 挑在能传纯机经官术总纲的人，密码不是丁酉年，而是总纲重见天日的年份。天干地支60年一甲子，密码是2021年辛丑年。好，我们现就转动，我先走。
门开了，快，大家快进去！老师，观众们和现场的学者都有一个疑问：为什么密码不是风纯子风光得志的丁酉年，而是辛丑年？风纯子留下的密码，对考古队来说才是最关键的。2021年辛丑年，就是机关术总纲重见天日的年份。我推测，风纯子早就通过工程周期推算出了这个年份。他知道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，当代的考古队才具备破解机关、保护总纲的能力。是这位先贤主动选择了我们当代的考古队。那机关术总纲是不是就在这个墓室里？没错，就在你们现在所在的墓室之中。别碰！小心触发武道机关！奇怪，这个墓室里也没有棺椁，只有一尊武道棋盘。老师，我们现在的新墓室里，这里只有一尊棋盘，没有棺椁。想要让棺椁显现，就必须和风纯子对弈。我们队里谁懂围棋啊？我略懂一二，但这棋局关系到机关，我怕下错了，触发致命机关。画面切3号机，准备连线。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棋坛高手，麻烦您看看这局棋。没问题，这局棋我有把握取胜。墓室里的短发女，你执黑子，我教你怎么落子。等下，这局棋绝对不能赢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局棋必须下成3节循环的和棋，绝对不能分胜负。
山河关图第60项里生生不合析。你们看，这循环图的布局与这棋局的每一步都丝丝入环相连。没想到这位灰川山男人，竟然也精通围棋奥义。找到了，就落在星位左下方那个点。有情况，大家小心。数据还在跳动，快，再快一点！已记录，正在核对。同地复测。是什么情况？所有人保持警惕。怎么回事？山体怎么突然震动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山体内部的巨武道球体机关，巨型武道体机关正在全速运转。立刻通知里面的考古队，半小时内必须撤离。这布局像个陷阱。太安静了，不对劲儿。这具棺椁，难道就是风纯子的？棺椁先别碰，宝函里面的就是机关术总纲。你们迅速把书取出来，立刻撤离。再三提醒，绝对不能触碰机关。别碰棺椁，没必要开启。风纯子的生平已经在前殿的壁刻上记载清楚了，他真正的墓穴未必就在这里。竟然把整座陵墓都改造成了巨型的武魂天乙机关！快撤！沿着石门跑！你们再掉队！下面就是山岳殿，差点就完了！先住！我们快到了，出口就在前面。尊师，刚才那是什么声音？可惜了，山体这么一震，里面的很多文物难以保存了。先别想文物了，山体随时可能坍塌，我们得赶紧找到出口，赶至出口。终于有信号了。林老师，这次真的太感谢您了，
等我们出去，我一定要和您结为忘年交。王院长客气了。先安全撤离对洞了。你们现在所在的溶离最重要里，是不是遍布白色的丝状物体？对，您怎么知道？你们小心，这是高武原生生物黑纹巨蛛的蛛丝。它们是西周时前古人驯获生物，1000年基因变异，体型可达1人高。腹部的人面纹路是自然进化的保护色，用于威慑天敌。它们的蛛丝坚韧如钢，它们的蛛丝只洞猎误入领地的生物。我研究武道生物几10年，从来没有记载过这种生物，太离谱了，太离谱了！这东西比想象的要结实得多，比钢丝还要坚韧。刚才的判断恐怕是真的。这个溶洞地形复杂，这个溶洞我们很难快速变路，找不到出口在哪儿。你们现在点燃武道蜡烛，顺着火苗的风向寻找出口，加快速度前行。遇到危险就拿出机关束总纲应对。风纯子建造陵墓时就已经知道黑纹巨蛛的存在，古书的封皮上涂抹了专门克制巨蛛的生物驱虫剂。这是最后一道安全关卡。我们走这边，小心点儿。为什么机关束总纲能克制这些黑纹巨蛛？陵墓的建造者早已深入研究过黑纹巨蛛的习性，它们对震动和气味极其敏感，尤其是血腥味儿。古书皮上的驱虫剂是专门针对巨蛛的嗅觉研制的。这就是你们安全撤离的关键。风纯子思虑竟然如此周全，真是千古奇才。更让人佩服的，还是通讯器那头的人，总能提前预判所有风险。怎么了？石柱上有会动的人脸纹路。我们又陷入机关迷阵了，这里根本不是溶洞。别慌，这不是机关迷阵。我知道了，是黑纹巨蛛的拟态伪装能力。他们会把腹部贴在石壁上，利用人面纹路和岩石融为一体，等着猎物靠近。所有人注意，把机关束灯准备好。应对发射。这是西周生物工程的奇迹呀！太不可思议了！
我一定要亲自去现场研究。没错，那就是黑纹巨蛛的拟态。大家小心，谨防他们从暗处偷袭。这是被黑纹巨蛛的毒牙刺穿了，巨蛛会注入消化液，把猎物从内部消化掉。他们围过来了，我们根本冲不出去。李小子，所有人护住总纲，把书举到身前。我们准备好了，催动总纲封皮的5道印记，正对巨蛛。我慢慢拉了，先贤智慧，深不测啊！顺着风向继续走，出口就在前方。你们辛苦了，快过来检查一下。我们快到了。大家辛苦了，再坚持一下。系考古队全员平安归来。林老师牛逼，考古队牛逼！会凭一己之力改写了武道考古的历史。他不仅展现了卓越的智慧，更证明了潜能的无限可能。之后，再无人敢质疑古代武道传承的力量。恭喜宿主完成主线终极任务，解锁全武道天赋。完整版墨子武道西宽术，武道根基圆完。先祖的智慧，永远值得我们敬畏与传承。青年先生，诚邀您出任考古院总顾问。我愿尽绵薄之力，传承先祖武道工程智慧。黑发老师，日后考古之路，还请您多多指点。黑发老师，下一季节目您可得当常驻嘉宾啊！谢谢大家。这世间还有无数秘境与传承，等着我们去探索，去守护。